如果说一部电视剧真正能够吸引观众的，不只是剧情，不只是制作，更重要的是男女主角之间有没有一种让人忍不住一直看下去的化学反应。那么，当长乐曲的默契搭档丁禹兮和邓恩熙再次携手出演《花开锦绣》时，无数观众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问题都是同一句话：他们还能再次创造让人心动的 CP 感吗？毕竟，在如今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古装剧市场，演员二搭从来都不是稀奇事。但真正能够做到一次比一次更有火花、更有讨论度的组合，其实并不多。然而，这一次《花开锦绣》似乎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从长乐曲到《花开锦绣》，丁禹兮和邓恩熙究竟有没有机会再次引爆观众的期待值？他们之间的默契究竟有没有升级？而这部 S 加级古装大剧，又能不能成为2026年暑期档最大的黑马？首先，我们先回到长乐曲。其实，长乐曲刚刚公布演员阵容的时候，很多网友并没有抱太大的期待，因为那个时候丁禹兮已经凭借多部作品证明了自己的古装表现力，而邓恩熙虽然一直拥有不错的演技基础，却仍然被不少人认为属于成长型演员。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年龄差。有人认为两个人是否真的能够演出势均力敌的爱情？但是，当电视剧真正播出之后，很多人的想法彻底改变了。尤其是在大量对手戏中，两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刻意营业，却自然形成了一种非常舒服的互动节奏。眼神交流非常细腻，情绪衔接非常自然。甚至很多观众表示，他们之间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甜，而是真实。没有工业糖精，没有刻意撒糖，更多的是一种慢慢建立起来的信任感。这种感觉在如今越来越追求快节奏恋爱的影视市场，其实显得格外珍贵。不少网友评价，长乐曲的 CP 感不是第一眼惊艳，而是越看越上头。而真正让大家记住这对组合的，还有他们完全不同的表演方式。丁禹兮属于细节派演员，他的情绪表达很多时候不是依赖台词，而是依靠眼神、呼吸和微表情。尤其是在人物压抑情绪的时候，他往往能够通过极小的动作，让观众感受到角色内心的变化。而邓恩熙最大的优势则是真诚，他的哭戏、笑戏，包括面对不同人物时情绪转换，都显得十分自然，没有太多表演痕迹。也正因为如此，两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会形成一种非常舒服的平衡。一个负责控制节奏，一个负责释放情绪。所以，长乐曲结束之后，很多观众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再次合作。没想到，这个愿望居然真的实现了。花开锦绣的正式定档消息公布之后，整个网络瞬间热闹起来。因为大家发现，这一次两个人不仅再次合作，而且人物关系比上一部更加复杂。相比长乐曲偏向成长和陪伴，花开锦绣的故事更加成熟，也更加充满命运感。爱情不再只是单纯的相遇，而是夹杂着责任、家族、权力以及人生选择。对于演员来说，这意味着需要更丰富的情绪表达，也意味着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将接受一次真正的考验。其实，二搭最难的地方并不是重新合作，而是如何突破第一次合作带来的固定印象。如果观众觉得只是复制上一部作品，那么讨论热度很快就会下降。但是从目前公开的预告和剧照来看，花开锦绣显然没有走重复路线。首先是人物气质，丁禹兮这一次明显更加成熟，整体造型更加沉稳，眼神少了一些少年气，多了一种经历风雨之后的坚定。很多网友甚至表示，仅仅一张剧照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角色成长。而邓恩熙同样完成了一次明显升级，无论妆造还是服饰，都更加符合大家对于古典美人的想象。尤其是在高清镜头下，她的五官更加立体，整体气质也更加温柔大气。很多人发现，与长乐曲时期相比，如今的邓恩熙已经拥有了能够独当一面的女主气场。更重要的是，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画面居然比上一部更加和谐。这也是最近社交平台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为什么同样是两位演员，这一次看起来反而更加般配？原因其实很简单，演员成长了。
彼此之间也更加熟悉了。第一次合作时需要寻找默契，第二次合作则可以直接进入角色。这就是很多优秀演员二搭最大的优势，他们不用重新建立信任，可以把更多时间放在人物塑造上。于是我们在预告片里看到，两个人之间很多眼神戏都十分自然，甚至一句对白都没有，仅仅依靠对视就已经能够传递复杂情绪。这种表演方式也是如今越来越多观众喜欢的高级表达。当然，仅仅依靠 CP 感是远远不够的。花开锦绣真正值得期待的，还有制作层面的全面升级。据了解，这部作品定为 S 加级古装大剧，从服装设计到场景搭建都投入了相当高的制作规格，尤其是在色彩运用方面，大量采用中国传统美学元素，不少画面甚至被网友称赞，每一帧都像古代工笔画。对于古装剧来说，视觉效果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因为现在观众的审美标准已经完全不同，大家不仅希望剧情精彩，更希望每一张截图都能够成为壁纸。而花开锦绣显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两位演员如今的人气变化。相比第一次合作时，如今的丁禹兮已经拥有更加稳定的市场号召力。近年来，无论现代剧还是古装剧，他都保持着不错的观众缘。越来越多业内人士认为，他最大的优势就是角色是配度极高，无论温柔书生还是隐忍王侯，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演绎方式。而邓恩熙同样进入了事业快速成长阶段，过去几年他不断挑战不同类型角色，从少女到成熟角色，每一次出现都能够看到明显进步。很多观众开始意识到，他已经不再只是童星出身，而是真正成长为能够独立扛剧的新生代演员。于是两个人再次合作，也意味着双方都站在了新的职业阶段。这样的二搭自然比第一次更加令人期待。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最近越来越多网友开始制作两个人从长乐曲到花开锦绣的对比视频，有人比较眼神变化，有人比较妆造升级，还有人专门分析两个人站位、身高差以及镜头构图。评论区几乎都出现同一种声音，这一次他们好像真的越来越有夫妻相了。当然，所谓夫妻相本身没有科学依据，但它反映出的其实是观众对于角色关系的一种情感投射，说明大家已经开始相信他们能够共同完成一段新的故事。对于一部爱情古装剧来说，这其实就是最珍贵的观众基础。当然，也有人提出不同观点。有人认为，长乐曲的成功很大程度来源于第一次合作的新鲜感。如今再次合作，是否还能带来惊喜，还需要正式播出之后才能验证。这样的观点其实也有一定道理，因为影视市场变化速度非常快，观众口味也不断升级，任何作品都必须依靠真正的质量说话。不过，从目前释放出的各种信息来看，花开锦绣确实已经具备了不少爆款潜力。成熟的演员，稳定的制作团队，升级的视觉效果，更加复杂的人物关系，再加上原本就拥有观众基础的演员组合，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让不少业内人士开始看好这部作品。而真正决定最终成绩的，也许还是最重要的一点：故事是否能够打动人。因为无论颜值多高，制作多精良，最终留住观众的始终还是角色之间真实的情感。如果花开锦绣能够在保持高颜值、高制作的同时，让丁禹兮和邓恩熙之间的情感表达再次升级，那么这部剧不仅有机会延续长乐曲的默契，更有可能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全新代表作。或许当多年以后大家再次提起这对荧幕搭档时，想到的不只是长乐曲，还会想到花开锦绣。因为真正优秀的演员合作，从来不是复制成功，而是在每一次相遇中不断突破自己。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让大家在长乐曲和花开锦绣之间选择，你更期待哪一部作品中的丁禹兮和邓恩熙？你觉得他们这一次还能再次引爆古装 CP 热度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一起讨论。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每天都会带来最新
最快、最有深度的